当我们回望20世纪20年代那段波澜壮阔而又充满沉重感的历史时，有一个词汇是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那就是动态清零。这是一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动员程度最深的社会隔离与体制实验。在这场长达3年的大考中，我们看到了国家集中体制优势所爆发出的终极动员力，也目睹了微观个体在时代洪流下所承受的极限压力。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系统性压力测试，它测试了社会治理的毛细血管能延伸到什么地方，测试了数字技术对人身控制的精准度能达到什么程度，更测试了13亿普通人在面对高度不确定性时，其心理崩溃与重建的临界点究竟在哪里。要理解这场史无前例的社会实验，我们必须首先回答第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这套在2020年初期被称为生命保护伞的动员机制，其最初的制度基因和运作逻辑究竟是什么？在2020年年初，当最初的新冠病毒在武汉爆发时，全人类面对的是一种致死率较高、传播途径未知且没有任何特效药与疫苗的全新传染病。在那个生物学防御完全空白的时刻，中国传统体制中的集中优势被瞬间激活。这种动员力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将计划经济时代的单位制、战争时期的战时动员机制与现代数字技术进行深度咬合后的产物。它的核心逻辑是通过行政命令迅速切断社会的一切流动性，将物理空间切割成无数个孤立的网格，以此来跑赢病毒的物理传播。我们可以清晰地梳理这一阶段的事实线。自2020年1月23日武汉宣布封城开始，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迅速建立，这标志着整个国家机器进入了全面动员的战时状态。国家卫健委随即发布了一系列诊疗方案，从第1版迅速迭代到后来的第9版。在随后的数周内，全国各地的医疗资源向武汉集中，4万多名医护人员星夜驰援，由各省份对口支援武汉以外的湖北各市。在基础设施建设层面上，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在短短10天内拔地而起，数十家体育馆、会展中心被迅速改造为方舱医院。这种不计成本、跨区域、超常规的资源调配能力，在人类现代公共卫生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基层，治理模式经历了剧烈的向传统体制复归。由于长期的城市化发展，传统的街坊邻里关系在商品房时代早已淡化，但在封城命令下，社区干部的网格员、物业管理人员以及临时抽调的党员干部迅速填补了社会真空。他们以网格为单位，对每一栋楼、每一个住户进行拉网式的排查与体温监测。在这场武汉保卫战中，行政力量不仅成功将数千万居民封控在住宅内，更通过国有企业和志愿者系统完成了基本生活物资的兜底供应。从历史的事实线来看，这种依靠绝对行政力量实现的全面隔离，在当时成功阻断了原始株病毒的蔓延，不仅在短期内遏制了死亡人数的激增，也让中国成为2020年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这一阶段的成功，给整个官僚体制和社会心理带来了巨大的正向反馈。它不仅在公共卫生层面建立了一道安全的屏障，更在意识形态和制度竞争层面被阐释为中国体制优势的终极体现。集体主义的韧性、民众的顺从与配合、各级政府不计成本的投入，共同铸就了动态清零策略的合法性基石。此时的社会普遍达成了一种共识，为了保护生命，个体的让渡、流动的停滞以及经济的短期牺牲，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崇高的。这种全社会高度一致的遵从度，成为了推动体制走向常态化的最强大心理动力。然而，随之而来的第二个核心问题是，当这种本该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战时体制，在全面胜利后被常态化、制度化，它内在的逻辑会发生怎样的异变？这里我们必须引入多解释路径的竞争。第一种解释路径是纯粹的公共卫生与人道主义逻辑。基于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尤其是医疗资源相对匮乏且极度不均衡的广大中西部地区，再加上数以亿计的老年人和基础病患者，当时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每10万人口拥有的重症监护病房及 ICU 床位数
远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在疫苗尚未完全普及，病毒致死率依然维持在一定水平的2020年至2021年，如果贸然选择与病毒共存，必将引发毁灭性的医疗挤兑和高达100万级别的超额死亡。因此，常态化防控在客观上是维持社会底线安全的必然选择。第二种解释路径，则需要从科层制官僚的利益驱动与行政惯性来剖析。当动态清零在武汉战役后被上升为政治纪律和考核的核心指标时，防控本身就逐渐失去了公共卫生科学的底色，变成了各级官员进行政治自保的终极工具。在高度集权的垂直管理体制下，政策的成功被绑定为政治体制的合法性，这导致政策本身获得了某种神圣性，从而排斥了局部的微调与纠偏。当行政命令的优先级高于一切时，科学论证、经济常识与社会承受力便自动退居其次。这两种解释路径并非互斥，而是共同交织在后来的常态化治理实践中。当战时动员转入常态化，第一步就是数字利维坦的全面降临。国家政务服务平台与各大互联网巨头进行技术对接，健康码、行程卡、场所码迅速问世。在北京，它叫北京健康宝；在上海，它叫随身码；在广东，它叫粤康码。这些地方性的大数据系统不仅彼此筑起数据壁垒，更将每一个个体的出行权利、工作权利乃至生存权利高度浓缩在手机屏幕上那一个小小的绿色方块之中。这种技术赋能使得行政权力对微观个体的控制达到了历史的巅峰。一个人在什么时间去了哪里，接触了什么人，不再是个人隐私，而是必须向系统交出的数据资产。绿码通行，红码隔离，黄码限制，这套基于大数据的分类控制机制，在提高流调效率的同时，也彻底解构了法治社会对公民基本人身自由的保护边界。与数字技术相配套的是基层网格化治理的极度膨胀。居委会、物业公司，甚至是临时聘用的保安和大白，在一夜之间获得了巨大的自由裁量权。他们不仅管理着居民能否出入小区，还决定着哪些物资可以进入，哪些车辆可以通行。这种权力的下沉和泛化，在前期保证了政策执行的毫无死角，但同时也埋下了巨大的隐患。因为基层组织本身并不具备处理复杂社会和法律关系的专业能力，当高级别的行政命令高悬头顶时，他们的第一反应永远是机械化、绝对化的执行，从而失去了对具体个体境遇的同理心与变通空间。这种权力的微观膨胀，在随后的日子里演变成了一把双刃剑，既维持了风控的铁腕，也极大地加剧了基层与居民之间的对立与摩擦。这就将我们带入了第三个核心问题，那就是在常态化防控的第二年，也就是2021年，这种机制是如何在局部冲突中逐渐显露出它的系统性摩擦的。在2021年，病毒经历了从阿尔法到德尔塔的演变，德尔塔毒株的传播力明显增强，潜伏期缩短。为了应对这种变化，行政系统的动员强度开始螺旋式上升。全员核酸检测从最初的局部筛查，演变为动辄数百万甚至数千万人口的常规动作。城市的风控不再局限于某栋楼或某个小区，而是开始出现时空伴随者这一概念。根据当时各省市卫健委的定义，只要你的手机信号与确诊病例的手机信号在同一个基站覆盖范围内停留过超过一定时间，你的健康码就会变色，你就必须接受集中隔离或居家健康监测。这一规则将不确定性推向了极致。这种将技术手段推向极端的做法，在事实线上造成了巨大的社会运行成本。在2021年的秋冬之交，西安的封城成为了德尔塔时期的重要节点。由于风控缺乏前期的系统性预案，2000多万人口的城市在一夜之间停摆，导致物资供应系统瞬间瘫痪。在这场测试中，微观个体的命运开始发生深刻的变化。一个普通的写字楼白领，一个路边开小餐馆的小老板，一个靠跑网约车养家糊口的司机，他们的生活开始被一种无处不在的不可预测的随机性所统治。你不知道明天早晨醒来，自己的小区会不会因为出现一个密接而被封锁，
你不知道辛辛苦苦准备了几个月的开店计划，会不会因为一次突如其来的静默管理而彻底泡汤。这种高度的不确定性开始像以学溃堤一样蚕食着普通人的心理防线。我们必须回到当时的历史场景中去审视，禁止用后世的结果去嘲笑或轻视当时人们的选择。在2021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虽然摩擦在加剧，但由于经济大盘依然维持了基本的运转，外贸出口甚至因为全球供应链受阻而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这使得国家有充足的财政资金来维持这场高强度的动员，小微企业和个人也还能依靠前期的积蓄在系统缝隙中寻找生存空间。然而，生物界的演变永远不会停下脚步，它以一种行政权力无法预测的冷酷逻辑，将这场压力测试推向了真正的终极对撞。这就引出了第4个，也是整场大考中最具戏剧性与悲剧色彩的核心问题。当2022年奥密克戎变异株全面来袭时，生物学规律与行政惯性之间发生了怎样不可调和的灾难性对撞？从科学史和流行病学的角度来看，奥密克戎的出现彻底改变了战场的游戏规则。奥密克戎株的世代间隔极短，基本传播数，也就是通常说的齿龄值，从最初原始毒株的2到3暴增到了接近10。这意味着它的传播速度和隐匿性达到了人类已知病毒的巅峰。它大量的无症状感染者，使得通过传统的流调、追踪、隔离来截断传播链条的做法，在数学上彻底失效。当一个病毒的潜伏期缩短到2天，且大多数人在没有症状的情况下就已经具备了传染性，那么传统的核酸检测发现速度、报告出具速度永远也赶不上病毒的蔓延速度。这就意味着，除非整个社会处于永久的停摆状态，否则清零在生物学上已经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然而，此时的动态清零体制已经形成了一条巨大的路径依赖。在科层制内部，这项政策已经不再是一个纯粹的公共卫生科学问题，而是变成了一个检验政治忠诚、体制优势的试金石。各级地方政府面临的是一种绝对的非黑即白的政治考核，那就是一票否决制。根据当时地方官僚体系的潜规则，如果一个地方发生了疫情外溢或控制不力，从省市长到基层干部面临的将是直接的撤职或处分。相反，如果因为过度风控导致经济停滞、民生困顿，这在当时的考核体系中属于执行中的技术问题，往往可以通过宏观叙事和弹性的行政解释予以掩盖。在这种不对称的激励结构下，一个理性而冷酷的官僚选择就诞生了，那就是层层加码。中央要求精准防控，不能搞一刀切，但到了省里，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就会把标准提高1倍，到了市里再提高1倍，到了区县和街道就演变成了只要发现一例，立刻全域静默。因为对于具体手握权力的官员来说，保住个人的乌纱帽是第一要务，而社会为此付出的次生灾害成本是由无数个隐形在统计数据背后的家庭和企业来承担的。行政权力在这种自我强化的闭环中，逐渐失去了对外界经济规律和人道底线的感知。这种科层制的防御本能最终战胜了科学理性。2022年的上海春季封控成为了这场体制优势过犹不及的标志性事件。一个拥有2500万人口，作为中国经济和金融龙头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被按下长达2个多月的暂停键。在事实线上，我们看到了行政力量将整座城市彻底凝固的惊人能力。2000万人在极短时间内被禁锢在各自的钢筋水泥格子里，所有的交通工具停驶，所有的商铺歇业，整座城市只剩下救护车和运送核酸样本的车辆在呼啸。但正是在这种终极动员力的阴影下，微观个体的承受极限迎来了最残酷的压力测试。一个封控在家的普通市民，他的日常生活被彻底异化。每天清晨5点，天还没亮，千家万户的卧室里都会准时响起刺耳的闹钟声。人们睡眼惺忪地拿起手机，疯狂地在各类买菜应用上刷新，只为了能抢到1颗大白菜、几根胡萝卜。这不再是正常的商品交易，而变成了一场关乎生存本能的概率游戏。
由于官方供应链的运力极限，在庞大的人口面前杯水车薪，物资匮乏成为了普遍现象。在现代化的公寓楼里，邻里之间开始在微信群里自发组织物资互助，人们用1瓶可乐换2枚鸡蛋，用紧缺的婴儿奶粉换老人的慢性病药。这种在高度不确定性中建立起来的邻里温情，本质上是对基层行政保障系统失灵的一种自发性代偿，也是微观个体在系统重压下进行的心理重建与自我救赎。这种互助展现了民间社会的底色，但也反衬出过度行政化对社会自主能力的压制。在这场测试中，更深重的痛苦来自于那些无法进入宏观统计数据的次生灾害。由于战时体制凌驾于一切常规社会规范之上，整个社会的公共资源被排他性的吸纳到了防疫这一个唯一的黑洞中。医院的急诊室被要求必须先核验48小时或24小时内的核酸阴性证明才能放行。在冰冷的事实线上，我们记录下了因为等待几个小时的核酸结果而导致孕妇在医院门口大出血流产，哮喘患者无法得到及时救治而绝望离世，癌症患者因为封区无法按时进行化疗而在家中默默忍受痛苦的悲惨案例。这些个体的悲剧是行政命令将病毒清零作为唯一核心指标，从而将人类其他所有疾病、痛苦和基本生存需求排他性边缘化的必然结果。一个庞大的系统在追求绝对安全的过程中，客观上制造了巨大的不安全。整个城市的心理弹性在长达2个月的拉锯中被拉扯到了断裂的边缘。那么，这里就必须引出第5个核心问题：既然这种极致的动员已经带来了如此巨大的社会摩擦和个体痛苦，为什么这个庞大的系统没有在发现问题的第一时间进行刹车或转向，而是继续维持了接近大半年的高强度惯性狂奔？要解释这个现象，我们必须深入到中国地方财政的底层结构、利益集团的寄生逻辑以及中央与地方博弈的经济学本质中。这里存在着2种强烈的解释路径交织。第一种解释路径指向了核酸产业及防疫工业复合体的利益羁绊。在2022年，常态化核酸检测演变成了一个年产值数千亿的庞大产业。全国范围内推行15分钟核酸采样圈，这意味着每个城市居民每隔48天或72小时就必须进行一次核酸采样，否则健康码就会弹窗变色。数十万个核酸采样亭遍布大街小巷，第三方核酸检测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一些头部企业频繁传出 IPO 上市的消息。数以百万计的采样员、保安、隔离酒店运营者、方舱医院建设方、抗原试剂生产商，形成了一个深深依附于清零政策之上的庞大既得利益集团。从公共政策学的角度来看，当一个政策创造了一个巨大的利益集团时，这个集团就会利用其获得的数据、资源和政治游说力，反过来强化政策的延续性。在利益的驱使下，一些检测机构甚至被爆出伪造核酸报告、人为制造阳性感染者的恶劣丑闻。他们频繁报告的阳性案例和潜在风险，客观上成为了维持体制惯性的技术合伙人，使得决策层在真假难辨的数据中被利益集团所绑架。然而，第二种更深层次也更具历史解释力的制度因素，在于地方财政的彻底枯竭与中央与地方考核博弈的失衡。在动态清零的早期，核酸检测和大规模隔离的费用主要由医保基金和地方财政共同承担。但到了2022年中期，国家医保局明确发出通知，常态化核酸检测费用不得动用医保基金，必须由地方财政自行解决。这成为了一个巨大的转折点。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各级地方政府为了维持清零的政治正确，必须将本用于教育、医疗、基础建设，甚至是公职人员发工资的宝贵财政资金，源源不断地投入到无底洞般的核酸检测和方舱建设中。我们可以看一组公开的数据事实。在2022年，由于房地产市场崩盘，导致土地出让金收入断崖式下跌，土地财政模式彻底破产。同时，大规模的风控导致实体经济严重萎缩，企业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锐减，许多3、4线城市乃至2线城市的财政收入出现了2位数的负增长。然而，
他们每个月花在全员核酸、购买抗原、建设方舱、支付大白工资上的开支却高达数千万甚至数亿元。这种财政资源的极度错配，导致地方政府不仅背负了沉重的隐性债务，更彻底失去了应对其他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财政缓冲余地。到了2022年的第3季度，很多地方的财政已经到了只能依靠向商业银行借款来维持核酸检测的畸形地步，公务员降薪、教师工资拖欠、公共交通停运等次生财政危机开始大面积爆发。同时，这种体制的常态化对中国经济大盘造成了不可逆的内伤。现代经济的本质是预期和信心，是人、财、物、信息的自由流动。而动态清零的核心逻辑恰恰是切断流动，消灭预期。当一个企业家知道自己的工厂随时可能因为一个确诊病例而停产1个月，他就绝不会再投入资本去扩大生产。当一个外资企业发现其全球供应链的某一个关键节点在中国会随时陷入无预警的静默，他就必然会启动供应链的去风险化，将订单和工厂向东南亚、墨西哥等地区转移。我们在2022年的秋冬之交看到了这种经济承受力达到极限的经典案例，那就是郑州富士康的员工徒步返乡事件。作为全球最大的 iPhone 制造基地，富士康郑州厂区雇佣了数十万年轻的产业工人，其出口额占据了河南省外贸的半壁江山。当厂区内出现疫情，管理陷入混乱，基本生活物资由于风控而无法得到保障时，成千上万的年轻工人由于缺乏信息透明度，在对病毒的恐惧和对无限期风控的绝望中，选择冲破铁丝网，沿着高速公路在寒风中徒步几十甚至上百公里返回家乡。这一幅极其具有视觉冲击力的画面，不仅是微观个体对极端管理模式的肉体抗争，更在宏观上向全球宣示中国引以为傲的超级工厂模式，其无缝衔接的工业效率，在绝对的行政管控面前，已经达到了其物理和组织韧性的最顶端。这一事件直接导致了全球智能手机供应链的剧烈震荡，也让决策层深刻意识到，战时体制常态化正在摧毁国家的经济根基，消灭中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核心优势。这就直接将我们推向了这场大考的第6个核心问题：整个系统是如何在2022年的11月，在财政、经济、社会心理3重临界点的集中引爆下，走向那个人们既始料未及又在情理之中的骤然终章。历史的演进往往遵循着非线性的突变逻辑。当系统内部的压力积累到临界点时，任何一个微小的偶然事件都可能引发多米诺骨牌的连锁反应。在2022年的11月下旬，乌鲁木齐的一场高层住宅火灾成为了全社会心理堤坝全面溃决的催化剂。关于这场火灾中消防车是否因为防疫隔离设施阻挡而无法及时救援，虽然官方后来进行了澄清和解释，但在那一刻，公众的真实心理状态已经不再取决于官方的通报。连续数月遭遇严格风控的乌鲁木齐居民，以及在互联网上感同感深受的全国民众，将长期以来对风控的恐惧、对自由流动的渴望、对微观个体生命尊严被漠视的愤怒，全部投射到了这场灾难之中。人们的愤怒不再仅仅是因为火灾本身，而是因为每个人都意识到，在绝对的行政冷酷面前，如果换作自己被封控在楼道里，面临同样的灾难，自己也将无处可逃。个体的恐惧在这一刻超越了集体的宏大叙事。紧接着，社会抗议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跨越了地理的阻隔。在上海的乌鲁木齐中路，在北京、广州、成都、武汉等一线大城市的街头和高校，爆发了被称为白纸运动的群体性表达。那些手持白纸的年轻人，他们没有统一的组织，没有复杂的政治纲领，他们只是在用沉默和一张白纸，表达对无休止核酸、无底线风控、无理智加码的绝对拒绝。这种社会心理的集体决口，清晰地向最高决策层传递了一个信号，那就是民众对这场长达3年的大考，其顺从性和集体主义的耐受力，已经彻底触及了物理核心里的绝对红线。维稳体制本身的成本已经开始超过防疫本身。如果继续维持这套体制，
不仅无法实现清除病毒的目标，反而会直接动摇社会稳定的根基。与此同时，地方财政的真实状况已经到了连给基层大白和环卫工人发工资都捉襟见肘的地步，经济数据的下滑更是到了无法用任何统计修辞来掩盖的边缘。外贸顺差开始萎缩，青年失业率飙升至历史新高，中央财政向地方转移支付的能力也达到了极限。社会生产力的全面瘫痪向整个体制发出了最后的警报。于是我们见证了历史编年史中最具戏剧性也最惊心动魄的一次行政急刹车。2022年11月11日，国务院发布20条优化措施，试图在维持清零大框架的同时放松具体执行的绳索，禁止随意静默。但这引发了基层体制更大的混乱，因为地方官员发现他们陷入了一个悖论，在上级不准一刀切的命令下，他们无法在不搞风控的同时完成零感染的政治任务。结果导致疫情在全国范围内迅速蔓延，各地的风控系统与放开系统频繁打架，行政指挥体系陷入了短暂的瘫痪。基层干部在巨大的指令冲突中无所适从。仅仅不到1个月后，2022年12月7日，新10条正式发布。这一次，政策不再是优化，而是彻底的转向。没有了循序渐进的过渡期，没有了分阶段的试水，健康码在一夜之间停止弹窗，行程卡宣告下线，密接不再隔离，常态化核酸瞬间取消。这个曾经无所不能、渗透到社会每一个细胞的数字利维坦和行政防线，在短短几天内，如同阳光下的冰雕一样，在物理意义上瞬间融化。这种断崖式的退场，成为了体制动员力掉头转向的终极体现，但也彻底暴露出政策缺乏科学衔接的短板。这种由于缺乏战略缓冲而带来的剧烈转向，随即引发了另一场空前的公共卫生考验。紧接着新10条而来的是一场人类历史上在最短时间内感染人口最多、密度最高的病毒海啸。13亿人在没有任何心理缓冲、没有退烧药和特效药充足准备、医院发热门诊尚未完成扩容的情况下，正面迎击了奥密克戎的全面洗礼。在2022年的那个寒冬里，药店被挤爆，医院走廊躺满了吸氧的老人，殡仪馆前排起了长队。普通人在发热与酸痛中完成了这场荒诞而沉重的个人免疫史的升级。这是行政力量面对生物学规律和经济学规律双重失败后的匆忙溃退，所有的防控成本在短短1个月内以另一种惨烈的方式由每一个家庭用肉体和生命去兑现。此外，我们还必须看到这场实验在国际地缘政治与外交层面的深远影响。长达3年的闭关锁国式疫情防控，使得中国与世界之间的人员往来、文化交流与学术互访降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点。当全球其他国家在2022年初逐步恢复航线、重启国际会议与商务考察时，中国的出入境限制依然严苛。这种时间差和空间隔绝不仅加速了西方世界对中国供应链的脱钩进程，更在无形中重塑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未来走向的政治预期。外资不仅撤出了增量资本，许多外籍高管与核心技术人员也成规模的离开中国，导致了民间外交与国际互信的长期性中断。这种在追求绝对本土生物安全时付出的国际地缘成本，其长远影响在疫情结束后的数年里依然在持续发酵。同时，数字跟踪技术的制度化留存，成为了疫情防控体制演变为日常治理工具的典型遗产。虽然行程卡最终在2022年底下线，但为了疫情防控而建立的庞大人口动态数据库、社区人脸识别系统以及密集的电子围栏技术，并没有随之被彻底销毁。相反，这些高精度的社会监控网络在后疫情时代被顺理成章地转型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底层工具。行政权力一旦通过危机动员品尝到了对社会个体全天候、全方位精准锁定的便利，就很难自发地将这部分权力完整地还给社会。这种数字治理技术的路径依赖，使得中国社会在步入后疫情时代时，其私人空间的弹性和社会自组织活力受到了长久而隐蔽的压制。当我们今天站在这里，用客观、冷酷且严谨的历史眼光重新审视这段历史，
我们究竟该如何对这场20世纪20年代的动态清零做出最终的制度与历史评估？这就需要我们抛弃简单的对错论，深刻理解这场实验留给中国社会的长期内伤。动态清零在第一阶段的成功是不容抹杀的事实。它利用了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独特优势，在疫苗尚未普及、病毒毒力最强的窗口期，确实保护了数以百万计的生命，避免了类似欧美在第一波疫情中出现的医疗体系彻底崩溃和高额的老年人死亡率。这是中国社会集体主义韧性和国家动员力的一次麾下胜利。它证明了在面临绝对生存危机时，中国国家机器的垂直穿透力和社会的超强服从性能够迸发出摧枯拉朽的能量。这种保护在当时为全社会赢得了喘息的机会。但这场大考留给历史最深刻的教训，恰恰在于体制优势的过犹不及。当一个国家将某种单一的战时体制下的治理模式常态化，并将其神圣化、绝对化，甚至凌驾于基本的经济常识、科学规律和个体基本权利之上时，原本的优势就会易变为巨大的系统性消耗，留下长期的社会心理创伤与经济内伤。它留下的第一重内伤是长期的社会心理创伤和政治信任的侵蚀。3年中，行政权力对私人领域的深度入侵，让原本在改革开放40年中逐渐建立起来的法治共识和边界感荡然无存。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被严重侵蚀，邻里之间的互相举报，对红黄码人员的歧视，基层管理人员对居民私有财产的肆意践踏，悄然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底层道德生态。那种在极端不确定性中度过的日子，让整整一代年轻人失去了对未来的长期规划能力。内卷、躺平、低欲望社会的加速到来，其背后的心理根源很大程度上可以追溯到那3年的集体无力感。结婚率与生育率在2022年迎来了历史性的拐点，人口结构陷入了不可逆的萎缩，这正是年轻一代用子宫对未来投下的不信任票。民众发现，个人的努力、财富、学历在行政权力一个小小的弹窗面前脆弱的不堪一击。这种对个人掌控感的剥夺，导致了社会主体信心的结构性塌陷，形成了长期的政治抑郁。它留下的第二重内伤是不可逆的经济内伤。千千万万个靠现金流支撑的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在无休止的静默中无声无息的倒闭。他们构成了中国经济的毛细血管，他们的消亡不仅消灭了数以千万计的就业岗位，更彻底摧毁了整个社会对未来的预期。民营资本的风险承受能力降到了历史冰点，资产负债表陷入了深度衰退。人们不再愿意贷款，不再愿意投资，而是疯狂地将资金存入银行，形成了流动性陷阱与通缩阴影。地方政府因为清零而背负的巨额隐性债务，将在未来的10年甚至更长时间内压制着地方公共服务的质量、教育资源的投入和经济创新的活力。地方财政失去了发动机，彻底沦为债务泥潭。供应链的转移一旦完成，全球跨国企业在战略上完成了去风险化的布局。中国想要再将这些产业和资金引流回来，需要付出数倍于往常的成本。这种内伤不仅消耗了过去的积累，更透支了未来的财富。历史最珍贵的品质之一，不是在事后制造完美的确定性答案，而是去真实的面对和剖析那些不确定性。20世纪20年代动态清零的终章，用极其惨烈的制度代价和微观痛苦，为全人类提供了一个关于国家权力和社会治理的标本。无论技术多么发达，无论动员力多么强大，对自然规律的敬畏，对经济常识的尊重，以及对个体基本权利与尊严的底线保护，永远是一个现代国家在走向长治久安时不可逾越的雷尺。当国家动员力超越了社会的承受极限，它消耗的不仅仅是当下的财富，更是未来的国运与民心。在这场巨大的系统性消耗中，我们每一个普通人都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历史的承受者。我们宁可失去一个精彩的叙事宏愿，也不应该忘记那段历史所揭示的常识。因为忘记常识的代价，最终依然会有无数个在清晨5点定好闹钟，等待在手机屏幕前抢一颗大白菜的普通个体，用他们的眼泪、健康乃至生命去再次承受。
这就是动态清零留给21世纪人类政治与文明史最沉重也最不容忘却的启示录。